这个电话一次都不听的，我不来怎么解决问题啊？你想解决什么呀？怎么解决？你妈妈的问题啊！我妈又怎么了？我就问你一句话：如果我愿意放下一件东西过来这边，你妈妈会不会接受我？这是一个很小的生活场景，被我们的编导拍了下来。如果提炼成一句话的话，其实就是在爱情中，如果有一方妥协了，另一方就真的能够跟他在一起吗？接下来要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对恋人，来，掌声有请。男主人公小广，30岁，来自广州，从事的是 IT 业；女主人公小玉，26岁，来自北京，是一位酒吧老板。来，有请两位。欢迎。谈了几年了？08年到现在了。感情好吗？一直都很好。但就有现在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我的工作。你的工作怎么不是挺好的吗？我非常不赞同他继续在做酒吧。一个女孩子每天晚上10点开门，2、3点才回来，是吧？女人也是需要工作的。我并没有觉得我的工作有什么不好。问题你可以去做个正常一些的人的工作啊。这个怎么不正常？先不说你烟酒啊，先说其他的。你看，他每天上下班都有开店以来的一些朋友过来支持他，每天就对他毛手毛脚的。如果你女朋友是这样子，你觉得心里舒服吗？我觉得不舒服。我一会儿回答你这个问题哈，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你们俩是在哪儿认识？怎么认识的？其实就是他在他酒吧认识的，就是在我酒吧里认识的，就是在酒吧里认识的。他上我这来喝酒，我觉得挺浪漫的呀。他的想法是那种很大男子主义的，女人就是应该相夫教子，在家里待着，哪里都不要去。那你那个时候追人家的时候，怎么不说这些呢？其实我不敢跟他说，为什么？因为我追他嘛。现在是大家已经年纪毕竟大了，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做一个文员，或者做一个高级的一些公司的管理层，以你的能力足够的。对于那种特别死板的工作，你不觉得特别的无聊吗？如果我做酒吧，有一些女的经常过来就叫我出去或怎么样，你会怎么想？OK 啊，我可以接受啊，因为这是你的工作需要。比如说川哥，你去我那儿喝酒，哎呀，好久没见了，勾个肩搭个背的，特别熟的朋友，这我觉得没有什么，是他小心眼儿。其实我只关心你。你想一下，如果我不关心你的话，我不会叫你把这边的东西放弃来我这边工作。我家里足够支撑的我们2个的生活。我现在跟你过去了，就是虽然是说过的是衣食无忧的生活，可是我觉得我自个儿会跟社会脱轨。我现在听明白了，就是说他希望你跟他去南方做全职太太。对，这个只是其中一个爆发点，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他母亲百般阻挠，今天来了一位他的舅妈啊。去到他家，我就看这3个女人一台戏的了。其实我觉得我没有什么不好，你想想，他就是一个，我觉得就是地域歧视。南方人和北方人真的是在生活上、观点上真的是有很大的差距。我都说他们家3个女人真的很厉害，我简直 hold 不住他们3个的啊，就像一个后宫那样子，有皇太后了，有贵妃了，还有她皇后了，这完全我是没有办法，我完全没有办法去控制得了这个场面。妈妈为什么反对？因为我们家里就2个人，爸爸是在我特别小的时候就已经不在了。如果说我跟她嫁过去，那妈妈一个人在北京，没人照顾她。我可以把你们接过去。她在北方生活了50多年，你突然让她去南方，她真的是适应不了。那你愿不愿意迁过来呢？现在问题是我就算迁过来，她妈妈也未必能够。为什么她迁过来，你母亲也不会同意呢？她就嫌弃，就是说我到目前为止在北京那么久，还是租房子。因为妈妈一个人特别不容易，我肯定是什么事情都要去为她考虑。也就是如果没有你母亲的祝福的话，你是根本不会嫁给他。如果再说家里人的话，我家里人也不愿意我过来，因为他们觉得这边很干燥。我跟他说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就是说我可以1年2、3个留在这边，2、3个留在那边，2者兼得的。但是他就觉得好像还是飞来飞去不稳定。这真是一个难题。其实在这个舞台上，我们也曾经碰到过这样的难题。看起来好像所有的责任都是在家庭里的，这对恋人之间真的就没有问题吗？所有的东西都来自于家庭吗？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意见，一起进入丘比特问题。姑娘，我要跟你说一句话，无论你日后找一个什么样的对象，哪怕是一北京男孩，哪怕是你妈妈说的有车的、有房子的，能够符合所有他认定的这个硬件条件的，他可能都不会接受你带着妈妈嫁人。当然，我说的这个带着妈妈嫁人，不见得说你要把妈妈接过来，说我们3个人一块儿生活，有可能是妈妈过多的参与你们婚姻当中的意见。这个问题我曾经和妈妈聊过，她说我不会就是过多的去管你们生活上的事儿，但是因为在管着啊。但是因为现在我没有嫁人，小玉，20多年形成的惯性，你觉得你妈妈一句话就可以改掉吗？妈妈其实这么多年跟你相依为命，她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对方是我的全部。你们母女之间结成的这种亲情的纽带的关系，是别的任何感情无法替代的。人生有2次断奶，第一次是真正我们长到1岁的时候不再去吃母乳了，另一段断乳期是在女儿将要出嫁，这个时候母亲觉得说女儿不再需要我了，那个时候她心理上的那种空虚感和空白感，会让她做出更多的去干预和参与意见的这种事情来。所以我觉得小玉在这个问题上，你一定要好好考虑清楚了。我认为不是单纯的南北差异的问题，即便你找一北方的小伙，如果你还是目前跟母亲的这种状态，以后还是会出问题。苏老师说的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是你别忘了这个特殊情况，这个是个单亲家庭，姑娘跟着妈妈从小一块长大，这种母女的依恋、相互依恋，我认为很正常。你们男孩子、女孩子一个最大的毛病在哪里呢？就是老想改变对方。我特别要说这个姑娘，如果你认为妈妈是离不开的，妈妈坚决不能到广州去，你找对象真的不能跟南方人找，你当初就不应该给自己揽这么多麻烦。我觉得他是属于一个，就是他现在遇到挫折了，他不会去面对。老人嘛，心都是软的，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可以去软磨硬泡。你看一下，我看到你舅妈，我已经怕了，已经是2眼发光，想把我吃掉了。你有想办法去解决吗？就我妈对他有意见，他没有说打个电话，像正常问候啊什么的。如果你要他打1个不接，你可以打2个，2个不接，你可以打3个，他最后肯定是会接你的电话。你如果真的爱这个北京姑娘，你就得锲而不舍，好好的想办法去打动她们，而且你要做好准备，不可能马上把姑娘领到广州去。从生物学的角度上来说，人是直立行走的无毛动物，但是人不能像普通的动物一样对待感情速战速决，因为人有头脑、有感情、有不舍。首先说到南北问题，南北文化差异实在是太明显了。南方人找媳妇儿看丈母娘，丈母娘泼辣，女儿也胡搅蛮缠；北方人找女婿，看他爹，老子英雄，儿子也差不到哪儿去。南方人嫌北方人不爱卫生，吃大葱吃大蒜，是吧？北方人嫌南方人唧唧歪歪。总而言之，南北方的最大的差异在于，北方人更多的粗犷一些，要憨直一些，而南方人也更工于心计。但为什么我们只看得到它的差异，看不到他们互相的优点呢？如果南北双方的优点结合在一起，那该是多么的完美。其次再说到女方和母亲之间的问题，孤儿寡母的20几年的相依为命，这种感觉不是普通的人能够理解的。但是这样的一种弥足珍贵的亲情，是不是要以牺牲女儿终身的幸福为代价呢？我想，这也不是母亲想看到的。然后第三，说到你们俩之间的问题，基本上在这个舞台上，如果男方比较鄙视女方的工作，或者是讨厌她的工作，但凡是有这种想法的男生，都是自己内心不够强大，不够自信。你怎么就这么害怕呢？因为我不是他择偶的标准。他要1.8米的，谁的择偶标准是一成不变的呢？每个人在自己的婚姻当中，在最开始找伴侣的时候，都有一个大致的轮廓，但是往往最终2个人牵起手来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你身边的那个他跟原来你想的根本完全不一样。我们每天就是在妥协、追求、平衡当中来追求幸福的最大化，而且你们这些东西并不是完完全全不可以去弥补的。南北差异，彼此互相欣赏就解决了。
母女之间的择偶标准的这种差异，你让他女儿幸福就可以了。你们之间的工作问题，你信任他就可以了。他没有给机会啊，他母亲没有给机会、啊。机会不是他给的呀，就像女方所说的，你自己要去争取的。现场其实就是一个考试场，因为舅妈来了嘛。我们一起进入旁观者清。首先我们从舅妈开始吧，哈，来。哎，大家好，今天刚才咱们听到专家刚评论说的好，到现在。你说话，我们北京人听不懂；你们南方的生活习惯，我们接受不了。再说了，你说你到我们家来，将来以后生活怎么办？你家里都是独生子，我们也是独生子。你说将来你过来了，你父亲要有病了，母亲要有病了，啪嚓来一个脑血栓，你回去你赶得上吗？说句实话，虽然我们闺女说妈妈不同意，我这舅妈的更不同意，因为你的说话，你的表情，不像个爷们儿。不像个汉子，舅妈，又不是让您嫁给人家，闺女喜欢啊。他说话，妈妈和哎呀，毛毛雨洒水了，我说实话，我真接受不了。你觉得行吗？就冲他面对我们俩的问题上，他是不够爷们儿。我想说一句话，舅妈啊，真正的男人比的是责任心，真正能担当的男人才是男人，而并不是说个子怎么样，说话怎么样。所以他说话，南方人说话，可能你觉得听上去挺不舒服的，洒嘴啦，要不是这，但是一个男人真正的他能不能在关键的时候撑起这个家，能在关键的时候付出自己的真心，奉献出自己的一切，那才是最重要的，知道吗？很多表面上看上去挺高的爷们儿，真正的时候根本不扛事儿，没错，跑得比鬼还快，我告诉你。您说这话我不否认，我们做老人的就从方方面面的考虑，比如年岁越来越大了，对吧？我们需要看病，我们都指着我们的女儿，因为给她培养大了，对吧？我这舅妈无所谓，撇一边。行，妈妈可不同意啊。对，那我接下来问您3个问题。第一，这个小伙子心眼坏吗？说句实话，心眼不坏。哦，心眼不坏。第二，对你女儿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老觉得是一厢情愿。那我现在问你，是一厢情愿还是两情所愿？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喜不喜欢他？我真的是被他们搞的，这就问题大了，这就问题大了。你原来真正问题在这儿。我估计我是真的是我夹在中间很为难，把所有的事情搞得我现在只问你呀，你心里对他有没有感觉？你爱不爱他？你喜不喜欢他？爱肯定是有的。那你为什么刚才说我不知道呢？以我的感受，这么多年的感受，姑娘说到现在也是实情，因为姑娘也很纠结，人的感情，我就告诉你，她的犹豫，她的动摇，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看来这个事儿还真是挺难推进的。我们先听听小玉母亲的一个态度吧，来。您希望您女儿找一个什么样的呢？就在北京找一个北京的。我在北京生活了10几年，因为我孩子是从小就在北京长大的。那就是说，他要是也同意留在北京呢？那是不可能的，3年了，人一般般。另外，他在北京也没有房也没有车，什么一无所有。讲话了，结婚是租房的，那我更不同意。那他俩以后要是就比如说要走到结婚的那个地步，我也不会祝福他的。女方個媽媽即係賣女，唔係嫁女。我請問你說什麼呢？你說話說普通話，我們聽得懂，你罵我們都不知道。哦，那我就說，小玉他媽是用金錢來衡量她的女兒，是用金錢賣女兒，不是嫁女兒。哦，您是這麼看的，是吧？我們不說他母親的態度哈，我們特別想知道您和您的愛人哈，如果他們要結婚的話，你們有什麼要求嗎？其實這個事情他們談了3年，他們都沒告訴我們，就是感情出現了一點問題。我們在廣州都有2套房子，他跟他媽媽過來住都沒問題的。小玉到廣州之後也可以找一份工作，是吧？不一定在北京生活。如果現在我兒子說願意留在北京生活，我也隨他去，因為我也不想左右他喜歡小玉嘛。小廣那個父親說這段話，我恰恰覺得，你說南方人心眼小嗎？願意來一起生活，一起生活。兒子大了就兒子自己想去北京就去北京，沒有任何的說我們要怎樣。可是主持人，我說實話，咱們說的是將來一生一世。好幾十年在他們那邊生活就不習慣了，對吧？生活根本就不說。也不會這樣啦，應該你可以就是說，在北京
过半年，或者在广州过半年，这个也没问题。你看，你要求我们说我们女儿跟妈妈一块儿去到你们生活，那将来你们到我们这儿来北京生活可以吗？也没问题啊，没问题啊。那可以，明儿你就到北京来。冬天的时候你们全家几千到北京来生活，买房子买车，好吧？可以啊。买房子买车到北京生活。那你现在就慢慢来嘛。我说实话，我问他妈妈，你了解他的妈妈心里的跟他的心情吗？我唔知啊。什么叫老母鸡呀？不是，我不知道，不是母鸡。甭管说炖母鸡也好，老母鸡也好。没有人说你母鸡，没有人说你母鸡，知道吧？不是，你也不是母鸡。啊，不是这意思，大家听不懂吗？这就是南方跟北方的差异。我觉得不要把一个家庭的这个问题闹到所谓的南北方的差异。没有人想骂你。在我们的生活里，我们看到太多的南方姑娘嫁到北方活得很好，很多北方姑娘嫁到南方也不错的。现在我倒觉得小玉你的态度特。黄金60秒。小玉啊，也许我真的没有给你太多的感动的事情啊。从08年开始到现在，大概有1000多个日夜了，但感觉好像你还没有体会得到我的那种真情。如果有可能的话，今天也是50%吧。然后我希望你给了50%的机会，我重新再来过。我可以放弃一部分可以放弃的东西，可以放弃一部分可以放弃的原则，但我希望你像专家所说的，给做一下家里人的工作，因为真的爱你的。我也考虑了 ，OK， 工作我可以放弃，我可以不做。妈妈只有一个，我爱我的妈妈。别的我什么也不想说了。启灯吧，两位请回答，请回答，舅妈。您听着也流眼泪了哈，您还觉得是这小伙子一厢情愿的追你们家闺女，你们家闺女不爱他吗？愿意回去给说道吗？说句心里话，这么多年他俩交的3年了，也挺好的。可是呢，女儿太爱妈妈了，割舍不下亲情。您帮着说说，没说嫁了人就一定没亲情了呀，是吧？来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你们觉得他们这样的一份爱会得到你们的祝福吗？来，各位请选择。好，现场有64.52%的观众朋友觉得他们应该订婚往前走，啊，因为彼此是爱的，我想有爱会克服掉很多的困难。他们自己是怎么选择的呢？一起来数5个数，来，5、4、3、2、1，请开门。
迟早遇到会有这个结果的。我还是会继续等待他，还是有几句话想跟他舅妈说一下。舅妈，也没有这么正式叫过你。其实我想由衷的说一句，希望你可以把我的真诚转告一下他跟他妈妈。毕竟3年时间也不长也不短啊。然后我希望，如果他感动不了，我也许跟他还是好朋友，一切从朋友开始。你能不能再给一次机会我呢？在今天这个现场，你所说的话，包括专家，给了我很大的启示。我也挺感动。我会帮你努力的，好吧？谢谢舅妈。如果你跟他之间分了，以后如果再找的话，你还会找北方的女孩吗？我觉得我没有地域方面的差异思想，我会随缘的这个东西。但是现在来说，我暂时不会再找，因为我承诺过我会希望舅妈帮助我去做中间人。我希望未来2、3年可以慢慢感动他们。所以我也想跟这个舅妈说的是，每个人都爱自己的家乡，每个人都以自己的家乡为骄傲，但这并不代表你可以去贬低别人的家乡。任何这种想法都是浅薄和无知的。每个人都爱自己的家乡，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好地方，只要它孕育了我，给了我爱情，给了我事业上的成功，我们就爱这片土地。不要因为南北差异而去导致一段爱情的丧失。我谢谢。舅妈刚才说被感动了哈。其实当这一幕出现的时候，我相信现场有很多女孩子不是感动，而是会喜欢这样一个男人。他表现了一个男人的成熟，表现了一个男人对爱的一种执着。也今天要特别的谢谢舅妈哈，舅妈已经答应要给你们做一个中间桥梁。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看到一段真的爱情因为其他的非爱的因素、偏狭的理解或者一些所谓的传统的一些理念被终止掉。我们希望这样的爱在现实生活里被延续。谢谢小广的到来，祝你幸福。谢谢。来，请回。舅妈。虽然在这个现场没有下起花瓣雨，没有看到订婚的那一个瞬间，但是我想，如果小广坚持的走下去的话，迟早我们会看到，在他的现实生活里，看到这样的一幕：一对相爱的人相拥在一起，说：“我们走一辈子吧。”祝他们幸福。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体会了关于爱情的忠诚，我们体会了一对离异夫妻的无法弥合。总之，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又感受到了很多，所以又到了杰利亚爱情保鲜剂的时候。我想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的专家老师或许会给电视机前的一些观众朋友有一点关于爱情很好的建议。最亲密的距离啊，也是最遥远的距离。就好像拥抱的时候，我们是看不到对方的脸的。所以说，即便你们已经靠得很近了，还是留一段距离，冷静地去审视一下你的爱情。在这个